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 Ariel。咱们这个频道现在也快要2年了，随着我的早退休也差不多快要2年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小伙伴都是 similar interests 来看我的频道，所以我今天想要 address 一个最近出现比较频繁的 comments 或者是问题吧，就是我的钱已经够了，但是为什么我还是不敢退休？这个还是蛮打破我之前的思想的。我以前自己不敢早退休，是最大的原因是怕钱不够。我其实并没有怎么担心过，如果可以早退休以后，我的生活会不会空虚，或者是慌，会不会感觉脱离轨道这些，我以前也没怎么多想。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过了这个生活2年了，所以也想了很多了。我就想说，最近跟大家聊一聊我跟大家的一些建议吧，关于这个问题。包括我老公他也是想要早退休嘛，所以他自己也是每天在跟我讨论这个，我也很有心得。So with that said, let's grab a cup of tea and get started. 问到这类问题的小伙伴，通常是问我要是没有工作以后，我的人生到底该怎么走？找不到意义怎么办？没有成就感会不会孤独？会不会做错了决定想要回去工作，然后又要面试一大堆，现在工作也不好找？以上这些心里面的纠结，我也都经历过。我觉得说到这儿就得聊聊我自己的离职经历。我还记得我辞职是2024年的4月，所以也就是说我在半年前2023年的11月就已经决定了我要辞职，不想干了。一开始有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的不确定，就是有时候有几天很确定要辞职，有几天工作又 going well，或者是同事又让我觉得没那么不舒服，所以我又会想说，那要不要就再待久一点？毕竟付的也不错。但是就这么纠结到后来12月份了嘛，美国这边是有那个圣诞节假期的嘛，有一些大厂会要求你 mandatory PTO，就是必须得休假用掉你的 PTO。圣诞节的时候会稍微慢一点，会闲一点，因为很多人都去休假了，所以工作就没有那么焦灼，所以我就也没有什么心情在工作了。然后就心里面在想，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慢？为什么还没到4月？为什么还有半年才到4月？我比较幸运的是，那个时候呢，我有另外一个同事，他跟我是合作对象，不是我们组的，但是我们是 similar role，都是管理项目的。他也是打算来年的4月份辞职，然后他跟我关系还挺好的，我们2个就告诉了对方，我们都有这个打算。有一个辞职这么一个伴儿，还是挺幸运的，就可以互相讨论这个心理路程啊，还有一起吐槽身边的一些糟心事儿啊、糟心的人这样子。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就1月、2月、3月，我们还要做 performance review 什么的，我真是太痛苦了。因为 performance review 你还要写你未来的目标，哪有什么目标啊？只想赶快拿钱走人啊！然后我也会，那段时间就是来年的快要4月了嘛，所以我就会渐渐的告诉一些更多的我身边的合作比较密切的同事朋友。就是我要走了，我4月份打算辞职，但是我现在回头看，好像是不应该要这么做。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告诉了你我要辞职，这样子我可以更没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就是你会理解为什么我现在做的一些 action 是这个样子，或者是为什么我不想要接新的项目，或者是稍微有一点点 slack off 什么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太相信同事了。虽然已经在职场混了十几年，但是我还是会不自觉的把同事当成朋友。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 repeatedly prove 我是错的，我不应该要这样做。但是心里面总是会不自觉，因为毕竟每天相处那么久，感觉挺亲的。But anyway，就是扯远了。总之就是那半年，我每天都想辞职。如果真的你问我辞职以后干什么，我也只是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也没有特别清晰。我心里面是知道几个我想要试的事情，但是之后这个视频咱们再展开聊聊。那 fast forward 到2024年4月份，我就成功辞职了嘛。这里面发生了很多小插曲，我就不在网上说了。反正真正离职了以后呢，我发现工作其实是帮我们的人生就是解决很多问题。工作会赋予我们每天的日程安排、身份认同、成就感还有社交圈。就是一旦失去了工作的话，你会突然间发现
某周一的早上没有人需要你，没有一大堆的消息需要你去回，没人找你，一开始会不习惯，甚至有人会 describe it as 非常空虚，这个也是非常因人而异的。我觉得要看你自己是不是先找到其他的 sense of belonging，这就来到了我想要说的，就是大家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要给大家最大的建议就是，很多人以为要退休以后，慢慢的再 figure out 我想要干什么，但是我建议你如果决定要退休了，你最好是在退休的前一年，或者越早前一年也好，前半年也好，或者越早开始越好，先去探索自己的内心，慢慢的发现你身边的世界其实应该是比你想象的还要大。for my case，我是一个一直都很喜欢去探索新鲜事物的人。我从16岁就开始，先是去餐馆打工，那个时候也是出于缺钱，不过我也不介意，就是去 try different jobs。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什么学历嘛，所以能够找到的工作就是餐馆打工啊，做服务员啊、调酒师啊、带位、hostess 这种。大学学了 computer engineering 嘛，做了能有3、4个 internship。当时已经很久了，不是现在 AI 的年代了。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学最后一年，你是要选你要往哪个 engineering 方向发展，可以更 focus 在 software 或者是 hardware，甚至可以选择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或者 avionics 这些。我都有考虑过，然后我本人是做过硬件、软件，甚至航空这些 internship 我都做过。最后，因为我很想要从德州搬到加州，梦想是要来加州去住。当时就听说加州怎么怎么好，嘿嘿，此处省略10000字。加州是挺好的啊，就来了加州以后，就是开始做还是软件方面的 engineering。很快我就发现这个不适合我，然后我就转到了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program management），然后管理团队，然后管理好几个团队，最后我就裸辞了。我在做 engineer 的时候，我也没闲着，我还做了一大堆其他的 side hustle，在 supposedly trying to make more money。我还做了 mortgage agent、realtor，YouTube，最后我能够坚持下来的就只有 YouTube，也不是我事先计划的，只是我一直在试，一直在努力，而 YouTube 这个事情就让我有兴趣继续努力，唯一一个有兴趣让我继续努力的。我做了一大群的 career over the past 20 years，不停的试错。我总结成试错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对的，而是确认哪些是错的。发现很多给我留言问这些问题的观众，其实 background 都跟我很像，就是从小父母对你要求挺高的，一定要学习好呀，high achiever。然后就是小时候应该是努力学习，所以没有太经历过失败。父母也是对你期许很重啊，这个 could be a good thing or bad thing，也是挺有压力的，有时候。我老公也是这样的，他比我还严重，因为他是 IQ 比我高嘛，supposedly 是比我更聪明的，in academic aspect at least。然后聪明的人都比较不太能够接受失败，或者是怕你的这个聪明的 identity 被 challenge 被毁灭，所以越聪明的人越是需要确认自己每一个决定都是对的。但是你停止工作以后，你会发现人生第一次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正确答案，所有以后的路都是要靠你自己一个一个的 explore，一步一步的走出来。我老公也想早退休嘛，所以他就是比较慌，担心辞职以后会空虚，或者是没钱之类的。所以我问他，就如果你不工作了，你打算干什么？然后他久久都没有回答出来，就是 silence。所以what I usually do best is let's build it out。我大概知道他喜欢什么东西，比如说他喜欢搞 sailing 帆船，或者是打网球啊，还有品酒啊、打游戏，不好的爱好。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他可以 explore 的一个 anchor point，就是一个船需要一个锚的感觉。anchor 我很喜欢这个词，就是因为你有了新的 anchor，你才会不 focus on 每一次，比如说股市大跌了，你就完蛋了。就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不是你的投资 portfolio，
刚辞职的时候，最容易会拿你能赚多少钱，或者你有多少钱来定义自己是否还是一个成功的人。我自己经历这个时候，也跟旁边的朋友聊过很多次这个感想，这个 concept，然后大家都是跟我说，因为钱这个东西它最容易 measure，它是有个明显的数字，甚至 data 或者是 graph 在那里的。可以 measurable。That's why 我想让我的老公去 explore 他的这些其他的兴趣爱好，让他可以有其他的 anchor point 来 measure 自己，来 find a sense of belonging, find some self-worth。我自己在辞职之前呢，我的 anchor 是我想要去试几个东西，一个是 vet technician，就是狗狗护士，或者是机械师 car mechanics，或者是去 marine animal 那边去工作，水族馆啊，或者是动物园。嗯，这些是我觉得我有可能会喜欢，然后我尝试去探索，然后我意识到呢，首先是狗护士，我买了一本书，我真的有努力的去学，我甚至 look up 我旁边的这些招聘网站。首先隔行如隔山，所有的 terms vocabulary 全是新的，但这都不是什么问题啊，咱能学。但是我发现呢，就是我不能每天面对生病或者是生老病死这件事情，如果每天要面对的话，太沉重了。我最近最老的狗狗16岁芭比它走了嘛，然后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的出不来那种 deep grief。然后就是我在想，如果我做狗护士，那我肯定是每天在狗狗的 clinic 或者是狗医院工作嘛。那如果是一个狗，你能救那还好，你要是不能救，那难过多久才能走出那个伤痛？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dog owner，然后我有很多狗，我现在还有2只，所以我也有很 close 的，就是狗医生。然后我发现，就是做狗医生的人，compared to normal jobs，就是自杀率会高2倍以上。就是这个东西确实是有点难 process，挺难 process 的。我自己已经每天需要做狗护士的 duty at home，就每天要照顾我老的狗狗。我不想要再 make it my job，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的去 pursue。然后呢，car mechanic 这件事情，为什么我想做，是因为我自己有个房车嘛，然后我的梦想是开我的房车去遍全世界。虽然我目前只是在加州、内华达州或者是 Utah 这边转了一转，但是我的梦想是可以走到更远了，eventually。我就很担心我的车万一坏掉了，我经常会想要去那种了无人烟的那种山谷里面啊，没信号、没人。那如果是我万一是车，就是 knock on wood，但是就万一啊，你知道吗？就是那自己懂一点儿的话，还是能够更有对事情的掌控感的感觉。我的车是个 Mercedes 嘛，我自己去看了 Mercedes 网站，看他们有没有 hiring，然后他们对 car mechanics 要求很高，which is good，作为一个 customer。但是作为像我这种想要学的新手，不管是去 Mercedes 的 dealership，或者是就是修车行，他们给我的工作就是我能够 qualify 的工作，就是去接电话或者是处理一些 computer work，然后帮助些 scheduling，就是最基本的 AI 都能干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很没有存在感，然后学的会很慢，很皮毛，还不如将来真的 knock on wood 不需要，但是要真的有需要的话，还是当场学，或者是最主要的是有钱、有能力可以去请 mechanics 帮你修，那才是 the way to go。所以我就没有去做 car mechanics。那 marine life 呢，不管是去水族馆啊，或者是去动物园啊，这个是到今天为止我唯一还想要继续探索的。那我现在已经在看，我旁边有的是 Monterey Bay Aquarium，离我家好远啊。但是我想说，如果比如说2周才需要去一次，那也可以接受吧。但是他们居然不 open for volunteering position，就是照顾 otter 啊，照顾 animal，他们这些都不缺人。Oakland Zoo 是有 hiring 的，所以我现在可能会去 apply that position，然后看看我能不能拿到这份 volunteer 工作吧。然后就是今天也是我有感而发，聊了这么久，就是想要总结说，如果今天的你已经有能力可以退休了，那我希望你开始准备的不只是钱，或者是不是 focus on 钱，而是退休以后你每天要怎么过。如果你知道你明天早上醒来有想去的地方，有想见的人，有想做的事情，那个时候你这么多年存的这些钱
才真的只是工具而已。感谢你今天 take a little part of your day 跟我一起聊聊天，我们下期见，拜拜。